One minute. No, no. ないです。僕がない。僕がない。你好，请问一下阴分在哪？什么？阴分，收音那个。哦，内置。这个我不负责。别让他们翻过来，翻过来，别让他们翻过来。这个没有啊。对不起，当然，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关注的焦点自然就放在栗战书与胡锦涛争抢桌面的文件上了。那么这个情节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实际上就是上期视频提到的，根据现场记者的描述，最初胡一直在与身旁的栗战书交谈，栗不时还握着胡的手。不久，王沪宁也加入讨论，并侧身趴在桌上，似乎在关心胡的状况。在观察到胡在交谈时显现出了些许病症和不适后，随即叫来了孔少迅，接着就是视频发生的场景。胡想要翻看桌上文件的内容，栗战书将其收了起来，并用红色文件夹盖上，还在胡的旁边不停耳语。关于这个争抢文件事件，很多人将其解读为栗战书故意不让胡锦涛看，有意对其刁难和羞辱。这种说法却略显勉强，不想让他看文件，不发给他就是了。更何况在年轻人出场后，栗战书还将文件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那位年轻人。所以尽管争抢文件的动作比较惹人关注，但栗战书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不给胡看文件，而是不要在这里看，似乎是想让胡移步到休息室休息后再慢慢看。至于为什么不在这里看，想必是另有隐情。要想知道原因，就必须知道他们说话的内容了。不知道观众中是否有懂唇语者，但显然读唇语并不是本频道的专长，所以实在无法确定原因，就只能盲猜一下了。也许是胡突然忘记了此前自己已经投过票了，还不停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寻找选票。而栗战书和后来的年轻人也不停地在劝说，您已经投过票了。王沪宁也在中途挥手示意，不需要再投票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盲猜，希望后续有懂唇语的朋友可以给出更合理的解释。之所以盲猜投票，是因为网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胡在被架离后中途又返回会场并完成了投票，还有配图。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上期视频提到，本次20大闭幕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为闭门投票会议，下半场才会开放媒体入场。
至于是什么时候投票的，只要回放当天的新闻联播便可知晓。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闭幕会当天上午9点开始，注意入场时又看到了陪同胡锦涛的那个年轻人，而后就进入到投票环节，可以清晰看到胡在投票的画面。而后到了11点09分，全体代表才投票完毕。11时09分，习近平宣布，第20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经党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以投票环节确定是发生在上午，而在中午休息时就发生了胡锦涛离场事件，并被抢先进入的记者拍到。但根据新闻画面和现场记者的描述，直到大会最终闭幕，胡锦涛都没有返回现场。另外，驾离胡锦涛离场的那位年轻人，起初以为与习近平出访时的贴身随护是同一人，不过经过我的查证，并不是。这是2019年国庆大阅兵时的入场画面，可以清晰看到当时搀扶胡锦涛入场的年轻人就是他。而从画面可见，这名年轻人的身高与1.8米的习近平差不太多。而当我们再来看与习一同出访的那名随护时，目测要比习高出很多，差不多要有1.9米以上了。所以尽管两人的发型和脸型颇有些相似，但可以确定并不是同一人。那个年轻人应该就是胡锦涛自己的贴身随护。而我也查了一下这名年轻随护最早出现的时间，2012年胡锦涛访港时，当时身边的中南海保镖成了香港媒体追逐的对象。但我查了很多图片后，并没有发现这个年轻人。而到了同年底的12月，18大开完，已经将总书记的职务交棒给习近平的胡锦涛在贵州考察工作。这张图片注意到，当时已经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栗战书也陪同在侧，但从身边的随护来看，那位年轻人仍然没有出现。直到第二年2013年两会后，胡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也交给习近平完全退休后，同年9月回到安徽绩溪祭祖时，这个年轻人终于出现了。我们可以在多张随行图片中找到他的身影。如此可见，这个年轻人或许是在胡退休后挑选的贴身随护，至今已跟随胡接近10年。如图所示，在此后多个场合，他都伴随在胡的左右，可见胡锦涛对他非常信任。这样看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初次看到视频时会有那么一丝感觉，一个工作人员怎么会对一位年迈的前领导人如此粗鲁，在胡表现出不愿离开的情况下，仍然将其架起并带离。同时也解释了在最初发现胡表现出病征后，无论是孔少迅或者栗战书都没有立刻伸手去架起胡锦涛，而是在等待胡的年轻随护的到来。后面王沪宁甚至还拉了一下栗战书，因为他们知道交给这个跟了胡10年的贴身随护更为合适，因为他与胡更为亲近且深得胡的信任，同时也更了解胡发病时的状况和反应。以上就是对本次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事件的再一次还原。相比于西方媒体和海外自媒体那种不经查证就看图说故事的阴谋论，这种解释应该较为接近事实和符合逻辑，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